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被各种消息和通知轰炸，微信、QQ、邮件、短信，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的提示音此起彼伏，让人应接不暇。面对这样的信息洪流，我们是否有必要对每一条消息都做出回应？是否每一个社交关系都值得我们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维护？我曾看过这样一段话：通讯录联系人分为3种，一种是可以相互分享、时常一起聊天的，一种是不远不近、维系表面关系的，最后一种是可有可无、不想过多搭理的。这段话道出了现代人际关系的本质。很多时候，不搭理、不回复、不回答，就是对彼此关系最体面的相处方式。实际上，原来是彼此的一种情分，缘尽更应该做到好聚好散。换句话说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不要勉强相待，更不要强行维持，大家不远不近，距离得当，分寸适合，反而更能给到彼此之间更多的幸福感和美好感。的确，生活里那些对你秒回信息的人，真的挺温暖人的，那种被重视、被关注的感觉，能给人带来莫大的安全感和满足感。但是，人活一辈子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尤其是当我们步入社会，有了家庭之后，那自然更没有多少的时间去闲聊瞎扯了。时间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资源，却也是最容易被浪费的资源。每天24小时，扣除工作、睡眠、吃饭、通勤的时间，我们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。在这有限的时间里，我们需要处理家庭关系，照顾孩子，陪伴父母，发展个人兴趣爱好，还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。如果再把大量时间花在维护那些并不重要的社交关系上，我们的生活质量必然会受到影响。也就是说，任何时候，我们都应该足够平稳且理性地分析当下，尤其是当我们扮演着不同角色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我们肩膀上所扛的责任分量是不一样的。作为父母，我们需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和教育；作为子女，我们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；作为职场人，我们需要完成工作任务，与同事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；作为伴侣，我们需要经营婚姻，给对方足够的关爱和支持。这些角色和责任都比回复一条可有可无的消息重要得多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更应该对人性要有必要的认知和了解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，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值得我们投入同等的精力去维护。有些人可能只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，有些关系可能只是表面的社交礼仪，没有必要过度投入。如此，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，而不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，以及所谓的人情世故上不断地消耗自己，才是明智的选择。可以说，山和水从来两两相望，日与月时时不再有瓜葛，这是自然界的规律，也是人际关系的真相。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紧密相连，有些关系保持距离反而更加和谐。就像山和水，虽然相望却不相容；日与月，虽然同在天空却各自运行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也应该如此。一直发信息不回，或者没有任何前提也对你爱理不理的人，我们趁早离开，让他成为他，让自己成为自己。今后别让自己在等待当中消耗着自己的人生。甚至哪怕对方反过来重新热情找你了，你也应该做到不回复了。因为一个曾经对你爱答不理的人，突然对你热情起来，往往是因为他有了新的需求或目的，而不是真正重视这段关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保持距离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。毕竟人生很短，我们应该把更宝贵的、更重要的东西留给适合的人。重要的人，那些真正关心你、尊重你的人，才值得你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维护关系。
主持人蔡康永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如果想念你，他会找；如果想要你，他会说；如果在乎你，他会真情流露。如果这些都没发生，那么他就不劳你费心了。这句话道出了人际关系的本质，真正的关心和在乎一定会通过行动表现出来。如果一个人对你有真情实感，他会主动联系你，会关心你的生活，会在你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。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，那么无论他嘴上说的多么动听，都只是空话而已。其实有一种不回复，并非不礼貌，也绝不是高傲，而是人心都是肉长的，长期积累的失望、痛苦和绝望，早晚有一天都会化作行动上的拒绝和不再回头。当我们多次付出却得不到回应，多次表达关心却被忽视，多次伸出援手却被视为理所当然，我们的心会慢慢变冷。这不是变得无情，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。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的情感不被消耗殆尽，需要保护自己的尊严不被践踏。人生很短，时间很贵，我们应该一边在看穿人际关系之后，一边珍惜那些真正重要的人，那些在你困难时伸出援手的人，那些在你成功时真心为你高兴的人，那些即使你犯错也不会轻易放弃你的人，才是值得你珍惜的人。始终相信，唯有频率相同的人之间，才能产生奇妙且美好的火花，大家也才能在彼此相处交流的过程里，产生更多的共鸣，带给彼此更多的温暖。这就像物理学中的共振现象，只有频率相近的物体才能产生共振。人际关系也是如此，只有价值观相近、兴趣相投、性格互补的人，才能在交往中产生愉悦的体验。与其勉强维持一段不和谐的关系，不如寻找那些与自己频率相同的人，建立真正有意义的连接。当然，哪怕自己在别人看来显得冷淡，甚至是无情，但是你也要继续坚持自己的想法、原则和理念，不要因为害怕被人误解或批评，就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真正尊重你的人，会理解你的选择，那些不理解的人，可能本就与你不在同一频率上。毕竟，这辈子能活得越来越好的人，一定是那些知道先为自己而活的人。只有当我们自己过得好，才有能力去关心和帮助他人。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讨好他人、维护无意义的关系上，最终只会耗尽自己的资源，变得疲惫不堪。如此，一边看透这个世界的冷漠和凉薄，一边也能珍惜当下自己的以及别人的真诚和热情。这是一种平衡的智慧，既不被世界的冷漠所伤，也不因为害怕受伤就拒绝所有的温暖。于是，对于值得的人，自己放在心里珍惜；对于所谓的过路人，我们只管冷淡地放下，不回复，甚至不搭理，直至遗忘。这不是冷酷，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，是对自己有限生命的尊重。看过这样一句话：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，你最后那条消息我没有回复，你也很默契，没有再发。这句话道出了成熟关系的本质：相互尊重，懂得分寸。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，最体面的方式不是争吵、指责或纠缠，而是安静地离开，给彼此留下体面和尊严。不回复，有时候是最温柔的告别方式。的确，没有收到的信息，就别再傻傻等了，别人不会看到，也不会记着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一条未回复的消息很容易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。与其苦苦等待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回复，不如把精力放在那些真正回应你的人身上。心里有你的人，无论多忙，早晚都会回复，也会认真的对待。他们可能不会立即回复，但一定会在有空闲时认真回应你的消息。
他们的回复可能简短，但一定是经过思考的。这种回应体现的是真正的关心和尊重。相反，心里没你的人，再有闲工夫也懒得理你，哪怕只是动下手指头的功夫也不会给你。这不是他们没有时间，而是他们不愿意为这段关系投入任何精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继续付出只会让自己受伤。对这种人，我们同样要忽略他们，不回复他们，保持自己的态度，拿出自己的风格去处理。这不是报复，而是自我保护。当我们明确知道一个人不重视我们时，继续投入只会让自己陷入不平等的关系中。然后，不去对任何人抱着过高的期待，也不要平白无故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压力和烦恼。期待越高，失望越大。当我们对他人的回应抱有过高期待时，很容易陷入失望和痛苦中。学会降低期待，接受现实，才能减少不必要的烦恼。相反，与其搭理那些闲人、小人，甚至是烂人，不如学会不回复，甚至勇敢翻脸。这样的你才能慢慢地让自己的人生走向正轨，收获美好的生活。有时候，断舍离是为了更好的相聚。只有当我们勇敢地放下那些不值得的关系，才能为那些真正重要的关系腾出空间。不回复并不意味着粗鲁或无礼，而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和艺术。优雅的不回复需要我们掌握一些技巧和原则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边界和原则，哪些消息是必须回复的，哪些是可以选择性回复的，哪些是可以不回复的。例如，工作相关的消息、重要的家庭事务、真正朋友的关心，这些通常需要回复；而一些营销信息、闲聊、不熟悉的人的搭讪，则可以选择不回复。其次，我们可以设定特定的时间来处理消息，而不是随时随地被打断。例如，每天早上和晚上各花半小时集中处理消息，其余时间将手机静音或放在看不见的地方。这样既能保证重要的事情得到处理，又不会让自己的注意力被持续打断。最后，对于那些确实不想回复的消息，我们可以选择直接忽略，而不是敷衍了事。敷衍的回复往往会引发更多的交流，反而增加了我们的负担。直接不回复虽然可能显得有些冷淡，但长期来看反而是更加清晰和诚实的态度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不回复可能反映了我们对关系的重新评估和调整。当我们意识到某段关系对我们的生活没有积极影响，甚至可能带来负面情绪时，选择不回复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。同时，不回复也可能是我们处理信息过载的一种方式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处理能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选择性的回复，甚至选择不回复某些消息，是我们应对信息过载的必要策略。此外，不回复还可能反映了我们对时间和精力的重新分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责任的增加，我们可支配的时间和精力变得越来越有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选择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哪些关系和活动中。虽然不回复在传统观念中可能被视为不礼貌或冷漠，但它实际上有着积极的意义。不回复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健康的边界。在人际关系中，边界是非常重要的，它们定义了什么是可接受的，什么是不可接受的，什么是我们的责任，什么不是。通过选择不回复某些消息，我们实际上是在建立和维护这些边界。不回复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资源，我们需要明智地分配它们。通过不回复那些不重要或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消息，我们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不回复可以帮助我们培养专注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。在这个充满干扰的世界里，
能够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。通过减少对消息的及时回应，我们可以创造更多不受打断的时间，从而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和思考深度。在数字时代，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息过载，各种社交媒体、即时通讯工具、电子邮件等不断地向我们推送信息，争夺我们的注意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注意力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，形成了所谓的注意力经济。在注意力经济中，企业和个人都在竞争获取我们的注意力，广告、推送通知、社交媒体更新等都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，避免被无关紧要的信息所消耗。长期处于信息轰炸之下，我们可能会经历所谓的数字疲劳。这种疲劳表现为对数字设备和信息的厌倦、注意力难以集中、焦虑感增加等。研究表明，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与抑郁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有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学会不回复，给自己创造数字断舍离的空间，对于维护心理健康至关重要。我们可以设定数字禁区，例如睡前1小时不看手机，周末某一天完全离线等，让自己有时间恢复和重新连接现实世界。尽管数字工具让我们能够与更多人保持联系，但这些联系往往是浅层次的。真正深入的连接需要面对面的交流，共同的经历和情感的交流。在维护关系时，我们应该优先考虑那些能够带来真实连接的关系，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数字层面的交流。与其花时间回复几十条无关紧要的消息，不如约一个真正的朋友出来喝咖啡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。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，不回复是我们行使选择自由的一种方式。存在主义强调，人是自由的，但这种自由伴随着责任。当我们选择不回复某些消息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行使我们的自由，同时也承担着这种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。这种选择不应该是随意或草率的，而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我们需要考虑不回复可能对他人产生的影响，以及这种选择是否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原则。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种思考不回复的视角。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做无谓的事情，顺应自然的规律。在人际关系中，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刻意维持那些已经自然消亡的关系，也不需要对每一条消息都做出回应。顺应关系的自然发展，有些关系会越来越亲密，有些则会逐渐淡去，这是人际关系的自然规律，我们不需要通过刻意的努力去改变它。佛学思想强调放下执着，认为执着是痛苦的根源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往往会执着于某些关系，即使这些关系已经不再健康或有益，我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失去、害怕孤独或者出于习惯而继续维持这些关系。学会不回复，某种程度上是学会放下执着。当我们能够放下对某些关系的执着，我们就能够更加自由和轻松地生活。这不是冷漠或无情，而是一种智慧和勇气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学会不回复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技能，它帮助我们保护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建立健康的边界，维护真正重要的关系。然而，不回复并不是一种绝对的策略，我们需要在回应和不回应之间找到平衡，在连接和断开之间找到平衡，在给予和保留之间找到平衡。最终，我们的目标不是完全断绝与他人的联系，而是建立更加健康、真实和有意义的连接。有时候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勇敢地说不，需要学会不回复，需要给自己和他人一些空间。成年人最体面的一种活法，不是事事回应，而是懂得取舍；不是处处迎合，而是有自己的原则；不是盲目社交，
而是珍惜真正的连接。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，有时候沉默是最好的回应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